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如何正常的对待具德上师？我看好多修行人都是修不上来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放不下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能把一个法持续的好好的实践，他们总是东跑西跑，心定不住，在业力的促动下乱跑。人生几十年，等跑不动了，想停下来修，已经有点来不及了，因为色身不好转了。所以，不管你们从我这里学到什么样的法，都要好好的修。怎样才算好好修呢？放下，放下。偏执的理解师徒关系。经过和师父一段时间的相处，现在出现了一个现象，就是徒弟们对待师父蛮用心，确实是表达他们对师父的感恩。但有些人会偏执地认为这个事情是迷信，搞个人崇拜等等。我这里讲一下，什么是不正常的师徒关系，或者说是对上师三宝错误偏执的依止。第一，看这位法师长得怎么样了，声音怎么好听啊等等，这些都是从外向的角度入手。第二，跟这个师父怎么相处融洽了，觉得师父对他怎么温柔了，比较对自己特别偏爱了等等，都是一厢情愿的错误觉受。第三，偏执地认为自己就是跟师父有缘，幻觉上认为自己的师父非常伟大，本质上就是认为凡是我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他不管是自己的师父也好，父母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儿女也好等等，凡是跟自己有关系的，都是最好的。这实质上还是对自我的坚固的执着，这当然也不正常。第四，有的人日有所想，夜有所梦，对师父偏执的迷信幻现在梦里，然后就以此梦为喜，四处讲说，神经叨叨，不可理喻。还有比较多各种类似的错误的偏执的做法，这里不再例举。所有的错误想法都是没有或很少有佛法在其中，关系中的重点不是佛法，而是其他具备法的联系性的师徒关系。剔除了以上种种对师父偏执的见解，剩下就是与师父之间发生了一种密切的法的联系。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师徒关系，产生了对师父的发自内心的感恩与赞叹等等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其实，这两者的差别，最主要是看有没有智慧在其中，就是这个关系里面有没有法。善知识起码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就是你所认可的师父是否慈悲，是否有正知正见，具有正法，是否倡导救度众生脱离轮回的究竟清净的知见，是否具有大乘菩萨为众生牺牲自己的风格。而以上这些恰恰是一位具有菩萨特质的善知识应该具备的。那法的联系是什么呢？在这个基础上，最关键的是，这位善知识为你开示了究竟的心性的本面是什么的法义，你也领会并接受了这个法义，这就是最究竟的法的联系，也是师徒关系间最伟大的联系性。所以，跟善知识在一起要注意这些关键要素，不要迷信，要建立清净的师徒关系，而不是迷乱的师徒关系。依靠超常行为弘法是有问题的，
另外，有时候一些善知识有意或者无意的出现一些超乎常人的行为，让那些非常迷信的徒弟们以为是超常的。由于一些徒弟又比较喜欢超能力，进而对上师就升起了渴望与赞叹。但是，这样的关系是非常危险的。我认为，作为一位善知识，不必用这样奇巧的东西来蛊惑众生，因为这样做既不符合佛陀教法的戒律与规矩，也不符合自己对缘起法的运用。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。作为居士来说，也应该把这一条作为衡量是否是善知识的标准。如果一些超常的行为是善知识无意间自然形成的，那大家也没必要把它当重点，应该放下对这些的关注，重点要学习和了解善知识教授的正见，而不是了解这些奇怪的事。如果是所谓的善知识有意的显易惑众，那么这样的善知识，你还是远离为好，因为他可能有不正常的巧取之心。为什么一定要用显易惑众的东西诱导别人来医治你呢？证明你的不正常的徒众欲太强，表明这个所谓的善知识还是没有真实了知了义的空性，心中没有佛法中根本的缘起教法的理念，也没有依缘起的理念来指导自己的修行和弘法。正确的弘法理念应该是有缘就聚，无缘就不聚。正确的与善信的关系应该是否跟你学都应该是随缘的，有缘就教化，无缘就让他再找其他人学习。更有甚者，有些人用什么勾招法等等，我不认为这些是正常的方法。凡是有相的世界，一切都是多生多世的缘起而来，造作不得。真正的善知识也是不会这样胡乱的使用所谓的神通的。即使是西藏莲花生大士，也不是随随便便使用神通的，更不会宣扬神通。所以，你们在修行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一点搞清楚了。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个人有能力能这样能那样，这样会堕落到附体或气功的行当里的，非常有可能变成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为如果你们喜欢那些神神妙妙的东西，那这些外道也有，魔道也有，你着魔有份了，不可能回头的。同时，这也证明你学佛法的因地发心不正，你不是为了空性的证悟，不是为解脱烦恼出离轮回，不是为了成佛度众生而来，而是为了巧取豪夺或利益自己。你如果喜欢神妙的东西，就体现出你自私自利的我执的心。如果你的发心一错，其他方面就不谈了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要发现有徒弟这样，如果走上这条道，每天神神叨叨的，我会觉得这样的徒弟就没希望了。所以，大家既要善于鉴别善知识，自己修行佛法的目的也要正确。祝福大家能依止到真正的善知识，进而解脱轮回。